这几年的世界好像正在按照某一本我们看不见的剧本，一页一页往下翻，翻得越来越快，越来越急。而最近这段时间，这种感觉变得格外强烈，因为那位我们都很熟悉的英国预言家帕克忽然改口了。他没有推翻自己过去说过的话，而是把原本一直很模糊的时间线一刀切得更清楚，也更紧迫。他把台海的那场危机，把中国的命运，把日本外海那一团神秘的灾难全部收拢到了同一个节点上，而这个节点指向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日子，2026年8月12日。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修正时，说实话，我的心跳漏了一拍，因为过去这半年多，帕克的预言已经接连命中了太多次，准到让人发毛。所以当这样一个人忽然停下来，把手指按在日历上，指着8月12日对全世界说，注意这一天，中国进入了危险范围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把它当成一句玩笑话轻轻带过。今天，我们就一起把这件事从头到尾慢慢地捋清楚。帕克到底改了什么口？他为什么要紧急修正？8月12日又到底会发生什么？而所谓中国进入危险范围，指的又是哪一种危险？更重要的是，这场灾难真的无法躲避吗？还是说，它其实藏着一个我们每个人都能参与改变的出口？我们一步一步来看。先说一件事，一件让很多人开始认真对待帕克的事。时间回到2025年的年底，12月4日那一天，帕克发布了一段影片，语气比平常要凝重许多。他说，2026年，台海之间、中美之间，或者说中日之间，将会上演一场极其惊险的准危机。他特别用了一个很生动的词，战争彩排。他说，那会像是一种雷达锁定式的对峙，双方还没有真正开火，但杀气已经弥漫，一根手指就悬在扳机上。当时很多人听了只是笑一笑，毕竟台海紧张又不是一天两天了，这种话谁不会说？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仅仅2天之后，12月6日就出事了。根据当时的报道，中国的辽宁舰在海上2度用火控雷达锁定了日本的战机。火控雷达锁定，这在军事上是什么概念？那已经不是普通的雷达扫描了，那是准备开火前的最后一个动作，是把炮口对准对方脑门的意思。这件事一出，全球震惊，日本方面提出了严正抗议。你发现没有，帕克说的雷达锁定式的战争彩排，就这样，在他话音落下的第2天，活生生地变成了新闻头条。这已经不是巧合能够解释的了。也正是从那一刻起，越来越多原本半信半疑的人开始把帕克的每一句话都当成一种预警认真收藏。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他改口会引起这么大的波澜，因为一个接连命中的人忽然说时间到了，这种分量完全不一样。也许有新来的朋友会问，帕克凭什么让这么多人相信？这里我不多做介绍，只把他过去命中的几件事一件一件摆出来，你自己感受。很多年前，在绝大多数人都觉得荒谬的时候，他就预言了英国会脱离欧盟，预言了川普会入主白宫。后来，他预言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的离世。再后来，2020年那场席卷全球的疫情，他也提前感知到了。不止这些，欧洲的衰落愈演愈烈的移民危机，俄乌战争的长期化，加萨局势的恶化，针对川普的那次未遂暗杀，甚至连香港2023年11月那场夺走多条人命的大火，他都曾经隐隐地提到过。这些事一件一件，后来都被现实印证了。当然，我要说句公道话，预言这种东西本来就有它模糊的一面，有人深信，有人存疑，这都很正常。帕克自己也从不敢说100%，可是当一个人命中的次数多到这个程度，当他嘴里那句雷达锁定2天后就变成辽宁舰对准日本战机的火控雷达时，你至少会愿意把他接下来说的话认真地听进去。而这一次他要说的，恰恰是他这些年语气最急、时间最具体，也最让人心头一紧的一次。那么，帕克原本关于台海的预言到底是怎么说的呢？我们得先弄清楚他的原版剧本，才能看懂他这一次到底修正了哪里。长期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记得，帕克对台海的判断其实有一套非常完整的叙事。他多次提到，引爆整个东亚局势的很可能不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入侵，而是一场意外。
一次擦枪走火。他说得很具体，那可能是一起航空事故，也可能是2艘潜艇在水下相撞，或者是2架战机在空中发生碰撞。就是这样一个谁都没有预料到的偶发事件，成为了那根导火索，瞬间点燃了早已堆满干柴的火药桶。而战火一旦点燃，帕克说，这场冲突将会围绕着台湾展开，而日本也一定会被卷入其中。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也非常出人意料的判断，帕克反复强调，在这场冲突当中，台湾不会被吞并。你听清楚了，不会被吞并。恰恰相反，真正在这场风暴里受到毁灭性打击的是中国自己。帕克描绘的画面是这样的，战争会让中国本就脆弱的经济加速走向崩溃，紧接着是严重的社会动荡。而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巨大压力之下，最高权力会发生松动，习近平的地位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甚至可能淡出权力的核心。然后呢？然后就是帕克那个著名的比喻，冰川式崩塌。冰川式崩塌这个词你细细去品，会觉得非常传神。一座巨大的冰川看上去坚不可摧，沉默而庞大，可是崩塌并不是一瞬间发生的。它先是出现一道细小的裂缝，你甚至听不见声音，然后裂缝慢慢延伸、蔓延、交错，直到某一个临界点，轰然一声，整座冰川以一种不可逆转的方式大规模地垮塌下去。帕克说，中国政权的瓦解就会是这样一个过程，先有裂缝，再有崩解。而2026年就是那道最关键的裂缝开始出现的转折点。你可能会问，帕克凭什么这么笃定地说崩塌？他看到的那些裂缝究竟在哪里？帕克的解释是，这座冰川的裂缝其实早就出现了，只是很多人不愿意去看。他反复提到，中国的内部正在被一连串的难题同时挤压，经济的引擎不再像过去那样轰鸣了，曾经最坚实的那块基石出现了松动，年轻人找工作变得越来越难，而在权力的最上层，那一连串的清洗与重组更是让整个系统弥漫着一种说不出的不安与猜忌。帕克说，这些裂缝单独去看也许都还不致命，可是一旦它们在同一个时间点上彼此连结、彼此放大，那座看上去坚不可摧的冰川就会在某一个瞬间失去它全部的支撑。他一再强调，这个过程不会轰轰烈烈的一次爆发，而是会像真正的冰川那样，先是无声的裂开，再不可逆转的滑落。而他把这场滑落的起点放在了2026年。按照帕克的说法，崩塌之后，中国并不会就此消失，它会先分裂成许多个小的邦国，然后在漫长的重组之后，最终走向一个类似欧盟那样的结构。民主制度会逐渐占据主导，边境重新开放，人们可以自由的贸易与往来。这是他预言里属于中国的那个遥远而光明的结局。你看，这就是帕克的原版剧本。一场意外引爆的台海冲突，日本被卷入，中国遭受重创，权力更迭，冰川式崩塌，最后浴火重生。这个故事他从2025年讲到2026年初，讲了很多遍。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故事都讲完了，他这一次到底改了什么口？答案藏在时间里，也藏在一团神秘的云里。我们先说时间。过去，帕克对这一切的时间判断其实一直是很模糊的。他说是2026年，这一整年，他甚至还提到过一个很个人化的参照系，说这件大事会发生在他71岁那一年。可是他自己都算不太准。一开始他以为是2025年，后来又修正说，按照西方的计岁方式，2026年他其实还算71岁，所以应该是2026年。你看，连他自己都在这个时间点上反复的推敲，而真正让时间线一下子变得清晰，甚至清晰到具体某一天的，是印度那套古老的令人敬畏的纳迪叶预言。纳迪叶经常看我们节目的朋友都不陌生了，那并不是普通的占卜，而是一套据说在5000年前就已经被书写在棕榈叶上的预言体系。它把无数人的命运，把世界的走向一片一片地记录了下来，流传至今，等待着在对的时刻被对的人解读出来。帕克这些年一直在深入研究纳迪叶，而让他震惊的是，这些古老棕榈叶上写的东西竟然和他自己感知到的未来高度的吻合。说到这里，
我得多花一点时间跟你讲讲纳迪叶到底有多神秘。相传几千年前，印度有几位得道的圣者，他们能够看见过去与未来，于是他们把无数人的一生，把世界的兴衰起落，全都记录在一片一片的棕榈叶上，然后一代一代的保存，流传到了今天。这听起来像神话，对不对？可帕克第一次去解读属于他自己的那片叶子时，整个人都愣住了，因为那片古老的叶子上竟然准确地写出了他的名字，写出了他父母的名字，还有他人生中一些非常私密、外人根本不可能知道的细节。从那一刻起，帕克就再也没有办法把纳迪叶当成一种普通的迷信了。而真正让他坐立难安的是这样一件事：这些年，越来越多其他人也陆续去解读了他们各自的纳迪叶。这些人彼此并不认识，找的也不是同一位解读师，可是他们一个接一个的跑来对帕克说：帕克，你当年在书里写下的那些预言，我的叶子上竟然也有几乎一模一样的记载。你想象一下那个场面，一个个独立的来源指向同一个未来，这已经不再是一个人的灵感，而更像是一份被反复誊抄、反复确认的古老档案，正在一页一页地向我们揭开它的封印。也正因为如此，这一次的时间锁定，帕克才会看得如此郑重。这一次，透过帕克一位名叫维尼塔的友人对纳迪叶做了更深入的解读之后，那个一直模糊不清的时间终于被锁定了。纳团帕克早在2023年、2024年就反复提到过的灾难，被指向了一个非常精确的日期，2026年8月12日。而这个日期之所以被选中，据说并不是随口一说，它背后有一套天象的依据。解读者说，8月12日那一晚是新月之夜，天空中木星、太阳还有月亮会同时汇聚在巨蟹座的方位，3颗天体在同一个星座里交汇。在古老的占星传统里，这样的汇聚往往被视为某种巨大能量集中爆发的信号。于是，一个原本飘忽在整个2026年里的灾难，就这样被一根天象的绳子牢牢地拴在了8月12日这一天。你可能会觉得，用天上几颗星星的位置去推算地上的灾难，这是不是太玄乎了？我完全理解这种怀疑，但有意思的是，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里，几乎每一个古老的文明都不约而同地把天象和人间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东方讲天人感应，讲星象示警，西方也有他自己源远流长的占星传统。他们相信宇宙是一个整体，天上的变动会在地上激起某种回响。当然，我们今天不必全盘接受这种说法。可是帕克这一次的修正之所以格外引人注意，正是因为他不再是给出一个模糊的年份，而是给出了一个有天象作为依据的精确的日子，一个可以被验证也可以被等待的日子。到了那一天，这团云究竟会不会如约而至，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是见证者。这就是帕克这一次紧急修正的第一层含义。时间从一整年收窄到了一个具体的日子，从模糊的预感变成了迫在眉睫的倒数。那么，被拴在8月12日的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灾难呢？这就要说到帕克口中那团神秘的毒气云了。这团云的故事其实非常久远了，早在2015年，帕克就在他的一本书里写下过一段话。他说，在一次纳迪叶的解读中，棕榈叶提示他将来要向全世界发出一个警告，关于某一个国家会被一团巨大的气体云完全笼罩。笼罩这个字用得很重，当年写下这句话的时候，连帕克自己都不太明白这到底指的是什么，又会发生在哪里。10年过去了，随着新的纳迪叶不断被解读出来，这团云的轮廓越来越清晰。首先是地点，新的解读里出现了一个名字，读音接近亚马，解读者认为这指的是大和，也就是日本的古称，因为那些棕榈叶是在几千年前写下的。那个时候，世界上根本还没有日本这个现代国名，古老的预言只能用古老的名字来称呼。顺着这条线索，这场灾难的地点被指向了日本，而且是日本的北部地区。其次是性质，这团云到底是什么？最初的描述是巨大的气体云，或者说有毒的气体云团。
后来的解读进一步补充说，它更像是一场火山型的喷发，甚至可能是一次海底火山爆发，海床之下的岩浆与气体冲破海面，形成弥漫的云团。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深海之中，大地在颤抖，一股灼热的力量从海底升起，然后在海面之上铺开一层看不见却致命的气息。也许你会觉得气体云这种东西听起来太科幻了，现实中怎么可能发生？可是如果我们翻一翻地球的档案，就会发现这样的灾难并不是凭空想象。在非洲就曾经有一座看似平静的湖泊，在某一个夜晚忽然从湖底释放出大量致命的气体，那团看不见的气息悄无声息地漫过村庄，让上千条生命在睡梦中就再也没有醒来。而在海洋的深处，海底火山的喷发更是从古至今从未真正停止过。当炽热的岩浆遇上冰冷的海水，当地壳深处被封存的气体被猛然释放，那种能量足以掀起滔天的巨浪，也足以在空气中留下致命的痕迹。帕克所预言的那团云，说到底并不违背自然的法则，它只是把一种真实存在的可能放到了一个被反复标记的时间点上，这才是它真正让人无法一笑置之的地方。但是最让人脊背发凉的还不是这场灾难本身，而是帕克随后说的一句话。他说，这件事可能并不是一场单纯的天灾。纳迪叶的解读暗示，这团气体云或者这场火山活动有可能被某种方式人为的增强，比如说一枚炸弹用一种隐蔽的手段去引爆或者加剧一场看起来完全属于自然的灾难，让它的破坏力被放大，同时又能把真正的意图藏在天灾的外衣底下。换句话说，这有可能是一场战争，一场被伪装成天灾的间接战争。你发现了吗？到这里，二条原本看似无关的线索忽然接上了。一条是帕克原版剧本里那场由意外引爆的台海冲突，另一条是这团被锁定在8月12日的神秘气体云。帕克这一次的紧急修正，最核心的地方就在于他把这2条线拧成了一股。如果我们把帕克这一次的改口浓缩成几个重点，其实非常清楚。第一，时间变了，从原本模糊的一整年收窄成了8月12日这个有天象作为依据的具体日子。第二，性质变了，原本各自独立的那团气体云和那场台海冲突被它合并成了同一件事，一场可能被伪装成天灾的灾难成了那根引爆战争的导火索。第三，范围变了，危险的圈从日本第一次清晰地扩大到了整片东亚海域，把台湾、把香港以及中国的沿海全都圈了进去。这3个变化叠在一起，就是为什么这一次的修正会被冠上紧急这2个字，因为它让一个原本遥远的预言忽然之间变得如此具体，如此贴近，也如此迫在眉睫。我们来把这个逻辑顺一遍。一场发生在日本外海或者说东亚海域的巨大灾难，在8月12日那个天象汇聚的时刻爆发，它可能是纯粹的海底火山，也可能是被某种力量刻意放大的伪装，而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恰恰就成了帕克一直说的那个意外，那根导火索。它让早已剑拔弩张的各方在混乱与猜疑之中擦枪走火，日本被直接波及，台湾近在咫尺。而更关键的是，这场灾难的阴影并不会停在日本的海岸线上。我们不妨闭上眼睛，顺着帕克的预言设想一下那个画面。8月12日，一个平静的夏夜，天上是一轮看不见的新月，木星、太阳、月亮悄悄地在巨蟹座交汇。就在这样一个夜晚，东亚的某一片海域，海面之下忽然传来一阵闷响，紧接着海水沸腾，一团看不见的气息从深海里升腾而起，向着四面八方扩散。第一时间，没有人知道那到底是什么，是天灾吗？还是有人在暗中动了手脚？就在这种巨大的未知与恐慌里，周边那些早已把飞机军舰开到彼此鼻尖底下的力量神经一下子崩到了极点。一个误判，一次雷达的锁定，一句没有说清楚的警告，都可能在那一刻变成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帕克说的那场由意外引爆的冲突，也许就是在这样一个谁都没有准备好的夜晚，被那团云亲手点燃的。
当然，这只是顺着预言推演出的一种可能，不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但正因为他推演得如此丝丝入扣，我们才更该把那份警觉放在心上。这就要说到今天最核心的那句话了：中国进入危险范围。为什么是中国？你可能会问，灾难不是在日本北部吗？为什么受伤最重的反而是中国？这里面其实有2层危险，一层来自天，一层来自人。先说来自天的那一层，帕克把台海、把中国、把日本明确地圈进了同一个灾难半径之内。那团气体云一旦形成，它不会看护照，海洋是相通的，气流是流动的，日本、台湾、香港以及中国大陆的沿海地区全都在这片可能被波及的范围之内。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把这期节目的重点落在了中国身上，因为在帕克这一次的修正里，中国沿海第一次如此清晰地被划进了那个危险的圈。你想想看，如果那团气体云真的顺着洋流与季风飘向了中国的沿海，那将意味着什么？那是中国人口最密集、经济最发达，却也最脆弱的一块地方。港口、工厂，还有数以亿计的人们都聚集在那条海岸线上。一旦这里出现大规模的灾情，帕克所预言的那场经济崩溃，恐怕就不再只是一个抽象的判断，而会变成一种真实而沉重的压力。天灾叠加着人祸，外患交织着内忧，这正是帕克反复强调的那种最危险的组合。单独的任何一项也许都还能勉强扛过去，可当他们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张推倒一张的时候，那道冰川上的裂缝就再也无法被掩盖了。再说来自人的那一层，而这一层其实才是帕克真正忧心的地方。帕克对中国内部的观察这半年来变得非常谨慎，也非常尖锐。他反复提到，中国的军队高层近来出现了一连串的清洗和权力重组，那个场面在他看来简直像是一场正在悄悄进行的政变，只是外界还看不清全貌。他一次又一次地追问一个问题：习近平究竟是在清除威胁，还是说他其实正在失去掌控？帕克说，这是一条非常危险的逻辑链。当一个政权内部的权力结构开始不稳，当一批新上位的军方人物急于证明自己，急于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的时候，最直接也最诱人的办法是什么？是制造一个外部的敌人，用外部的冲突来转移内部的压力，来凝聚快要散掉的人心。而在这套逻辑之下，台海就成了那个最危险的出口。一个内部越是动荡的政权，就越有可能在这个出口上铤而走险。你把这2层危险叠在一起看，外面是一场天象注定的巨大灾难，笼罩着整片海域，里面是一个权力松动、急于寻找外部敌人的高压锅。在这样一个内忧与外患同时挤压的时刻，只要有一点点火星，只要有一次擦枪走火，整个局面就可能瞬间失控。这就是帕克所说的中国进入危险范围真正的含义。他不是说中国会去侵略谁，而是说中国自己正站在一个内外交困、最容易发生意外，也最经不起意外的悬崖边上。而现实世界里的一些迹象，似乎也在为帕克的判断添上一笔又一笔的注脚。2026年3月，中国召开两会的时候，国防预算再创新高，而更耐人寻味的是，用于维稳的那笔开支竟然比军费还要高。一个国家花在对内维稳上的钱超过了对外国防的钱，这本身就是一种内部并不安稳的信号。有分析说，这笔军费里甚至预留了好几次环绕全岛军演的份额。你看，帕克说的那种战争彩排，那种一次又一次的极限施压，似乎正在一场接一场地上演。事实上，这种一次又一次的极限施压，我们这几年早已不再陌生。海空的军机军舰频繁地出现在台湾周边，一次又一次的逼近又退开，火控雷达的锁定，舰艇的伴航，这些原本只在新闻里才会看到的词，慢慢的变成了海峡上空的一种日常。帕克口中的战争彩排，恰恰就是这种状态最贴切的形容。它还不是真正的战争，当所有人都习惯了在刀尖上对峙，某一天一个小小的失误就可能让彩排变成真的开演。这也正是为什么帕克把那场意外
看得如此之重。因为在一个紧绷到极致的系统里，最不起眼的意外往往就是最致命的那一下。与此同时，2026年的3月到4月，中东的霍尔木兹海峡也燃起了战火，石油的价格一天比一天高，连我们每个人去加油站、去超市都能感受到那种物价的震荡。帕克说，这些看起来各自独立的事件，中东的硝烟、银行系统可能遭遇的网络攻击、台海的紧张，其实是紧紧连在一起的。它们像是一张大网上的不同节点，牵一发而动全身。帕克把2026年称作一个引力聚合的年份，意思是过去许多年他分开预言的那些事，会在这一年像被一股巨大的引力吸引一样，同时朝着兑现的方向聚拢过来。其实，如果我们把2026年上半年帕克那些已经应验或者正在应验的预言一件一件排出来，你会更清楚地感觉到那股引力是真的在收紧。就说中东，帕克很早就预言会有一个国家的最高领袖遭到一次极其精准的打击。他说得很细，那不会是大规模的地面部队压境，而是一种极其精准的定点打击，快、狠、准，而且会迅速的升级，然后又戛然而止。他把时间指向了2026年的3月。后来的事，很多朋友都知道了。伊朗的核设施以及它的部分高层确实在那段时间遭到了猛烈的空袭，冲突还一度外溢到了也门一带。而帕克说，这场动荡之后，伊朗或许会走向一个全新的方向，一个女性能够拥有更多自由与权利的新伊朗。你看，他连灾难之后的那一线转机都替我们看到了。再说格陵兰，这座冰封的大岛，这2年忽然变成了全球博弈的焦点。帕克的判断很有意思，他说，这件事的核心表面上是领土，实际上是生意，是那片土地底下埋藏的石油，以及最关键的稀土金属。他预言，围绕着格陵兰会形成一个混乱的协议，牵扯到北约，也牵扯到中国。而这背后真正的争夺是航道，谁控制了未来的水道，谁就掌握了未来货物流动的命脉。你发现没有，从台海到中东再到格陵兰，帕克反复在说的其实是同一件事：海洋、能源与航道的争夺。整个世界正在被一只看不见的手重新洗牌。还有一条线，帕克说的格外郑重，那就是网络。他预言，未来的战争里很可能会爆发一场由人工智慧主导的大规模网络攻击。他甚至提出了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词：科学恐怖主义。他说，这种攻击可能会冲击到加密货币，冲击到金融系统，甚至让整个银行的运作陷入混乱。也正是在这里，帕克给了大家一个非常实际的忠告。他说，一定要记得把你电脑里重要的资料做一份本地的备份，而且最好是离线保存，因为在那样一场网络战里，云端可能被摧毁，你的个人资料可能被窃取。这句提醒朴素的像是一位长辈的叮咛，却可能在关键时刻替你守住很重要的东西。甚至连美国的政局都被帕克纳入了这张大网。他有一个会让很多人跌破眼镜的判断。他说，川普很可能会以某种方式继续留在权力的中心，而促成这一切的恰恰是一场影响全球的巨大冲突。帕克的逻辑是这样，当世界陷入一场足够严重的危机时，正常的权力交接可能会变得难以进行，而那场危机的震央之一很可能就是台湾。你看，绕来绕去，他又一次把所有的线索全都绕回到了我们脚下的这片海。说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这会不会只是帕克一个人的危言耸听，一个人说我们可以存疑。可是如果我告诉你，在地球的另一端还有好几位彼此并不认识的预言家，竟然不约而同地把手指指向了同一片海域，同一个时间段，你还会觉得这只是巧合吗？帕克自己就说过，这不是他一个人看到的画面。他咨询过印度好几位有修为的解读者，他们透过各自的纳迪叶看到的未来和他惊人的相似。他们此刻都在为这个世界祈祷，希望能减轻即将到来的冲击。说到印度的预言家，很多朋友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那位少年。2020年，
他因为精准预言了那场全球疫情而一夜爆红。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在2026年的跨年之际，他忽然又回来了。而他这一次抛出的预言，关键词只有3个字：恐怖袭击。他认为2026年这个世界要格外警惕各种形式的恐怖与袭击事件。你把他口中的恐怖袭击和帕克口中的科学恐怖主义，还有那场被伪装成天灾的间接战争，三者放在一起，是不是隐隐的又闻到了同一股火药味？而除了印度，我们把目光转向泰国。泰国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女预言家普莱，就在不久之前，她也发出了一个警告。她提到日本、台湾还有香港在2026年都可能面临灾难。她甚至直接劝告泰国的民众，2026年最好不要去这几个地方旅行。你听听，日本、台湾、香港，这和帕克圈出的那片灾难半径几乎完全重合。二位素不相识的预言家，一个在英国，一个在泰国，透过完全不同的方式看到了同一片阴影，笼罩在同一片土地上。而说到日本的灾难，就不能不提那位日本的漫画家。许多年前，他把自己梦中反复看见的画面画成了一本漫画，而书中他提到了一场即将降临的巨大灾难。这本书这几年在整个亚洲掀起了惊人的波澜，甚至一度让不少人取消了前往日本的行程，连日本的旅游业都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影响。你看，一位英国的灵媒，一位泰国的女预言家，一位日本的漫画家，再加上印度那些古老的棕榈叶，来自四面八方，用着4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却都不约而同的把忧心的目光投向了同一片海域。同一段时间，这种跨越国界、跨越文化的共振，才是最让人无法轻易一笑置之的地方。还有一位西方的预言家朱迪，他在自己2026年的预言书里也谈到了台海，不过他的判断多了一层微妙的平衡。他认为2026年的台海会维持一种惊险但稳定的危险平衡。他预测中国在这一年不会直接发动全面的战争，但军事上的施压会持续升级，解放军的海空力量会更频繁地出现在台湾周边，用一次又一次高密度的巡航和演练，反复地测试台湾的防御底线，却又小心翼翼地不去越过那条真正引爆战争的红线。你看，惊险，但不至于全面开战。这其实也和帕克说的台湾最终不会被吞并隐隐地呼应上了。而那位每年都会公布全球大地震名单的美国预言家，这一次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在他列出的那份可能发生大地震的地区清单里，台湾竟然不在其中。这个没有出现本身就是一种讯息，他仿佛在说，这片土地会经历惊涛骇浪，会站在风暴的正中央，但他自己或许并不会被那场地动山摇直接吞没。你把这些声音放在一起听，帕克、印度的纳迪叶解读者、泰国的普莱、西方的朱迪，他们用着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方法，站在世界的不同角落，可是他们的预言却像是无数条河流，最终都汇入了同一片海。这片海里有日本外海的灾难，有台海的惊险对峙，有中国内部的动荡，还有那个反复出现的时间段。2026年的夏天，当这么多独立的源头都指向同一个方向的时候，我们或许真的应该停下脚步，认真的听一听。有人会问，这些预言家素不相识，方法又千差万别，一个看棕榈叶，一个通灵感应，一个排星象，他们凭什么看到同一幅画面呢？关于这一点，其实有一种很古老的解释。有人相信，在我们这个看得见的世界之外，还存在着一份记录了一切的档案，记录着过去、现在和一切可能的未来。那些心灵足够敏锐的人，在某个瞬间就好像连上了同一个源头，读取到了同一段讯息，所以他们说出来的话才会如此相似。你信也好，不信也罢，但至少有一件事是清楚的，当来自不同文化、不同时代，彼此毫无往来的智慧全都不约而同的在同一个时间点上亮起红灯时，那个时间点本身就值得我们多一分敬畏，多一分留心。而如果我们再把视线从西方的预言转回我们东方自己的古老智慧，你会发现2026年这个年份早就被我们的祖先做了标记。2026年是丙午年，也就是传统上所说的赤马年，
而赤马红羊在中国古老的说法里，是一个60年才轮回一次的大劫之年，天下大乱、大灾、大难、大血光，这些沉重的字眼总是和赤马红羊连在一起。我们不妨往回看一看，上一个丙午年是哪一年？是1966年。而1966年发生了什么？那一年，一场长达10年的浩劫正式拉开了序幕。多少人的命运在那一年被彻底改写？其实在中国的老话里，赤马红羊这4个字分量重得很，它指的是丙午年和丁未年这相连的2年。民间一直有一种说法，逢到这样的年份，往往容易出现大的动荡、大的变故。这当然不是说这2年里的每一天都是灾难，而是说这是一个旧的格局容易被打破，新的格局尚未成型的关口，是一个历史容易拐弯的年份。你把时间轴再往前拉一拉，一个甲子又一个甲子地数下去，会发现这种轮回真的隐隐有一种节奏感在里面。而如今，我们就正好站在了这样一个节奏的鼓点之上。如今，一个甲子的轮回走完，我们又一次站在了赤马年的门槛上。你说，这是不是一种巧合？西方的预言家用星象、用棕榈叶算出2026年是清算之年，是危机聚合的一年。而我们东方的干支历法早在千百年前就把这一年标记成了赤马红羊的结束。东方与西方，古老与现代，就这样在2026年这个点上奇异地重叠了。这种重叠让人心生敬畏，也让人不得不多想几分。好了，说到这里，我知道你的心可能已经被这一层又一层的预言压得有些沉了。天象结束，冰川式崩塌，毒气云，8月12日，这些词堆在一起，确实让人喘不过气。但是，我想请你先深吸一口气，因为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一部分，才是帕克这个人最珍贵也最与众不同的地方。而这一部分，恰恰是很多人在转述他的预言时最容易忽略，却又最不该被忽略的。帕克，他确实被叫做末日先知，他讲灾难，讲天灾人祸，讲地震海啸，讲战争与崩塌。可是每一次当他把这些沉重的画面说完之后，他总会停顿一下，然后给你、给我、给这个世界递上一份希望。他反复强调的一句话是，劫难并不可怕，大灾过后就是大福。这也正是他这么多年能够被这么多人喜爱的最根本的原因。他不是一个贩卖恐惧的人，他是一个在黑暗里努力为你点一盏灯的人。而这份希望并不是凭空的安慰，它来自纳迪叶那套古老智慧最核心的一条教义，那就是未来是流动的。未来并不是被刻死在石头上的判决，而是被写在流沙上的可能，它可以被改变。帕克说得很明白，他之所以要把这些可怕的预言公之于众，让大家提心吊胆，并不是为了吓唬谁，恰恰相反，他是为了改变它。他相信，当足够多的人把善意的念头、把祈祷、把美好的观想共同投向那个危险的节点时，那股集体的心念真的能够减轻甚至化解那场灾难的冲击。这听起来或许有些悬，但在他的信念里，人心的力量从来都不是虚无的。一个灾难被提前看见，被众人警觉，被善念包围，它的走向就有可能悄悄地发生偏移。帕克那位解读纳迪叶的友人维尼塔也说过一段特别温暖的话，他提到未来确实还会有一些艰难的考验，甚至可能出现比从前更棘手的疫病，但是他说不要担心，这一切最终都会被控制住，因为在一个旧世界正在崩塌的同时，另一个新世界正在悄然升起。他说，在精神的层面上，一些积极的变化其实已经在发生了，将会有许多境界很高、心灵非常觉悟的人陆续出现，就像古时候的佛陀、圣人那样，他们拥有非凡的智慧与能力，却不会滥用，而是用来帮助世人。在他们的带动之下，一场全球性的觉醒即将到来。我特别想把维尼塔的这段话多留给你一会儿，因为在铺天盖地的灾难预言里，这样的声音实在太稀少，也太珍贵了。他所说的那个正在升起的新世界，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他的意思是，人类正在经历一场集体的精神层面上的转变。
过去我们太习惯了向外求，求财富，求权力，求更多的占有，而在这场剧烈的动荡之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回过头来向内看，去寻找内心真正的安宁与觉悟。那些心灵境界很高的人，会像一座座灯塔一样，一个接一个的亮起来。当足够多的灯塔亮起，整片原本黑暗的海面就会慢慢的被重新照亮。这或许才是所有这些沉重的灾难预言背后真正想告诉我们的东西。破碎是为了重建，而重建之后的那个世界会比现在更加明亮。你听，这才是帕克预言的全貌。它不是一条通往末日的单行道，它更像是一段黎明前的黑暗，最深的夜往往就在天亮之前。而2026年在很多预言家的口中，同时还有另一个名字，改命年，改变命运的一年。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这一年里发生的一切，或许并不是为了摧毁我们，而是为了逼着这个沉睡已久的世界做出一次彻底的转变，破而后立，乱而后治。帕克还特别提醒了一件事，2026年并不是终点。他说，这一场清算与转变会一直延续下去，真正的下一个关键节点是在2030年前后。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其实是一段比较长的破旧立新的过渡期。这段路也许并不好走，会有颠簸，会有阵痛，但帕克想让我们明白的是，阵痛本身就是新生的一部分。一个婴儿的诞生总是伴随着痛楚与呼喊，一个旧时代的落幕，一个新时代的开启，又怎么可能悄无声息？所以当我们站在2026年回望这一切的时候，也许不该只看到灾难这2个字，而更该看到在灾难的缝隙里，那一线正在顽强生长的新的可能。所以回到我们今天最开始的那个问题，8月12日这场被锁定的灾难真的无法躲避吗？帕克会告诉你，不，它是一个警告，而不是一纸判决。它更像是一位老朋友，提前跑来拉住你的衣袖，对你说，前面那条路上可能有一块石头，你走的时候留个心。至于你最后会不会被那块石头绊倒，取决于你有没有把这句提醒放在心上。无论那团云最终是一场真实的海底火山，是一场被伪装的冲突，还是说因为足够多的善念与警觉，它最终根本就没有降临，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预言存在的意义从来都不是为了让我们绝望的等待，而是为了给我们一个机会去改变那个本来要发生的结局。那么作为普普通通的我们，在这样一个被反复示警的时间点上，又能做些什么呢？其实帕克给的建议都非常朴素，比如他反复提醒，未来很可能会出现一场由人工智慧主导的大规模网络攻击，所以记得把你电脑里重要的资料做一份本地的备份，而且最好离线保存。这是一件小事，但关键时刻能帮你守住自己的东西。除此之外，就是保持一颗平静而善良的心，不恐慌，不传谣，把注意力多放一些在你身边真实的生活上，放在你所爱的人身上。我知道可能有朋友听到这里，心里还是会有些发慌，毕竟8月12日听起来已经很近了。但我想跟你说，慌张恰恰是最没有用，也最容易帮倒忙的一种反应。你回想一下帕克整套哲学的核心，未来是流动的，是可以被改变的，而改变它的力量，其中一部分就握在我们每一个平凡人的手里。所以与其把日子过得提心吊胆，不如把它过得踏实而温暖。该备份的资料就去把它备份好，该关心的家人就多打一通电话，该放下的执念就试着慢慢放一放，把每一个当下都过得认真而饱满。这本身就是对抗一切不确定最好的武器。因为你会发现，一个内心安定的人，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翻涌，他脚下的步子都不会乱。因为你会发现，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不只是这场宏大预言里一个被动的观众。帕克的整套哲学其实一直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我们也是这个剧本的作者之一。我们投向世界的每一个念头，是善意还是恶意，是恐惧还是安宁，都在悄悄地为这个世界的走向
投下属于自己的那一票。当千千万万个平静而温暖的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或许那道本来要撕裂冰川的裂缝真的会停下来，那团本来要笼罩海洋的云真的会散去。有人可能会说，这不就是自我安慰吗？念头怎么可能改变一座火山？我想，这个问题也许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但我更愿意这样去理解帕克的用意。他把这些可怕的预言说出来，并不是要我们躲进地窖，囤满粮食，在恐惧里度过每一天。恰恰相反，他是想用一场预告的灾难来摇醒我们，让我们重新去思考，究竟什么才是生命里真正重要的东西。当一个人开始认真地对待自己的每一天，开始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开始把那颗浮躁的心慢慢安定下来，这股力量或许无法阻止一座海底火山的喷发，但它一定能够改变这个人自己以及他身边那个小小世界的走向。而当千千万万个小小的世界都因此变得更温暖、更清明一些的时候，谁又能断言，那整片大的命运不会跟着悄悄地偏移呢？2026年8月12日，那个新月的夜晚，木星、太阳与月亮会不会如约在巨蟹座交汇？那片海域会不会真的翻起帕克所预言的惊涛？我们谁也无法100%的断言，台海那盘紧绷到极致的棋局，最终会走向擦枪走火，还是惊险过关，也依然是一个悬念。这正是预言最迷人，也最让人敬畏的地方。它给了我们一个模糊的轮廓，却把最后那一笔交还到了我们自己的手里。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变的年代，旧的秩序正在松动，新的秩序尚未成型。在这样的缝隙里，恐惧是最容易生长的东西。但我更愿意记住帕克那句话，大灾过后就是大福，黑暗越深，就说明黎明越近。无论前方是惊涛还是坦途，愿我们都能守住心里那一盏灯，不被外面的风雨吹灭，因为只要那盏灯还亮着，我们就永远有能力去照亮并且改写自己脚下的那条路。